講到 Android 手機嘅頂級規格，大家都一定第一時間會諗起 Qualcomm Snapdragon 8系列嘅處理晶片㗎喇。喺過去幾年，雖然話就話 S8 晶片喺年尾就發布，咁但係首發機種絕大部分呢都係中國內地版本，香港人要玩到好多時候呢都要等到下一年嘅年頭啦。不過今年嘅情況呢就會有些少唔同啦。事關華碩 ASUS 今年就選擇咗將 ROG Phone 系列嘅更新週期縮短。今年年頭推出 ROG Phone 8之後，今日亦都正式發布新一代 ROG Phone 9系列，啱啱好就可以搶先用到全新嘅 Qualcomm S8 Elite。咁如無意外，都應該係中國內地市場以外首部採用呢一個頂級規格嘅機種嚟㗎啦，而且亦都極速喺香港有得賣添。今次呢條片就同大家實際測試一下呢一部配置2025年頂級規格嘅 Android 新手，一探呢一粒晶片有幾勁之餘，亦都帶大家睇睇 ASUS 究竟為咗佢配置咗咩新嘅設計同埋打機功能啦。喺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如果唔想錯過我哋最新嘅科技資訊，唔同類型嘅產品評測，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撳埋隔離嘅鐘啦。ASUS ROG Phone 喺近幾年嘅外形變化都幾大，主要都係因為電競味太過重，反而阻礙咗用家將 ROG Phone 當成日常用嘅手機。而且由上代 ROG Phone 8系列開始，佢哋嘅設計都趨向更為平實。今代 ROG Phone 9系列嘅外形亦都有繼承到呢一點。但最特別嘅地方就係由今代起，連基本版嘅 ROG Phone 9都加入咗過往只有 Pro 版先有嘅背燈 Enemy Vision， 有85粒 LED 像素燈，俾大家喺平時顯示唔同嘅圖案同埋動畫。但 Enemy Vision 喺 Pro 機上面呢，亦都有相應嘅升級。LED 燈嘅數量大舉加到648粒，可以顯示更加複雜嘅圖案。可能見有更大面積可以使用 ，ASUS 亦都活用咗呢一個副屏幕，加入名為 Enemy Play 嘅功能，俾大家利用呢一個點陣屏幕進行一啲簡單嘅遊戲，好似係貪食蛇、撞磚咁樣。level up 啊！原來佢會 level up 㗎。冇！佢哋操控起上嚟同20年前嘅平價手提遊戲機都有幾分相似，咁但係音效同埋畫面咧都幾有誠意。如果玩啲抽卡抽蛋手機 game 玩到悶呢，開嚟玩下都幾有趣㗎。ASUS ROG Phone 9選擇喺呢一個時間發布同埋上市，除咗外形同埋功能之外，最大嘅吸引力就出自佢嘅處理核心 Qualcomm S8 Elite 啦。如無意外，就係2025年 Android 手機嘅頂級配置，唔單止快咗，仲更加慳電。睇數據咧就真係好靚仔啦。咁實際體驗又係點樣呢？以下就同大家喺 ROG Phone 9上面跑下分，打下機去實測下啦。我哋全程都開啟 ROG Phone 9 Pro 嘅打機專用模式 X Mode 去進行測試。首先就運行咗 Geekbench 6去睇下 CPU 嘅表現。而 ROG Phone 9 Pro 嘅單核分數係3029分，輕鬆拋離晒2024年所有嘅 Android 旗艦，係對比 iPhone 16 Pro 系列上面用到嘅 A18 Pro 晶片差啲啫。咁但喺多核分數方面，ROG Phone 9嘅得分呢就非常出眾啦，獲得9440分，直取榜首之餘，仲比第2名嘅 iPhone 16 Pro Max 贏1000幾分添，足以睇到呢粒晶片喺性能上面嘅表現，的確比起上代勁咗唔少啊！而另外值得一提嘅係 S8 Elite 嘅性能，加上 ASUS 喺呢部機上面做嘅散熱設計同效能調整方面嘅功夫，令到呢部機嘅表現穩定性大大超出從前嘅機種。之後我哋就喺 ROG Phone 9入面運行咗 3D Mark 嘅 Solar Bay Unlimited Stress Test， 佢會進行20次包含 Ray Trace 嘅高階圖像運算。令人非常意外嘅係 ROG Phone 9 Pro 喺全部20次嘅運算當中，居然都可以用到同樣嘅性能輸出，唔會好似以往其他機種咁樣，因為晶片升溫而需要降頻。從圖表上都可以大概睇到佢嘅優勢所在。而我哋喺跑分前後都利用熱成像鏡頭進行測溫，大家可以見到喺密集式咁進行完20次嘅圖像運算之後，ROG Phone 9 Pro 機身嘅最高溫度都只係得40幾度，摸上去都只係微微發熱嘅程度。
如果加埋今次最高配置，亦即係 ROG Phone 9 Pro Edition 加送嘅風扇 Aero Active Cooler， 跑分嘅時候機身溫度仲可以好穩定咁保持喺30度左右，都真係值得讚賞一下㗎。有咁樣嘅性能，要運行現行 Android 市場上嘅遊戲大作，當然冇任何問題啦。例如我哋打 Call of Duty 嗰陣，打完幾鋪表現咧都依然係非常流暢，完全冇窒機嘅問題。另外，今代嘅 ROG Phone 9 Pro 仲支援咗手機界別最高嘅185Hz 更新率，但實機睇對比起上代嘅165Hz 甚至係90Hz 咧就冇太大嘅差別。咁當然遊戲方面有冇適當支援，亦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嘅另一個關鍵啦。ROG Phone 9系列除咗性能強勁之外，喺打機配套上同上幾代一樣做足嘅。最大賣點當然係由系列開始已經有嘅2個超聲波壓感堅健 Air Trigger 啦。另外由上代起開始帶入嘅 AI 遊戲功能，好似係對話加速、自動執道具等等都有保留。那就是齊天神像了，神靈的在氣味，雖然不過先。如果需要遊戲攻略嘅話，呢個 AI 辨識快手咧都應該可以幫到手。不過呢啲遊戲方面嘅功能同 ROG Phone 8系列其實咧就冇咩分別。真係要講 AI 加強嘅話，就要講 ROG Phone 9系列加入咗 ZenFone 11上面嘅幾個 AI 功能，好似係即時通話翻譯、錄音轉錄等等，同樣咧都唔係新㗎啦。但係就勝在集2個系列嘅 AI 喺同一部機入面，以 AI 功能嘅數量嚟講，都算係當今手機數一數二㗎啦。而喺拍攝功能方面，今代 ROG Phone 9系列嘅主要升級就在於主鏡頭換成較為新嘅5000萬像素 Sony CMOS。咁另外亦都保留咗近年 ASUS 手機都有嘅陸續防震系統，據講防震嘅幅度亦都有所提升。另外 Pro 機就配置咗上一代嘅3倍長焦鏡。不過今次試玩嘅時間有限，就未可以攞出去同大家試拍片，但係就咁睇相嘅效果都算唔錯嘅。總結翻今次 ROG Phone 9系列嘅上手體驗啦，感覺上主力更新咧都係擺喺處理硬件同埋散熱方面。咁至於功能上咧，就會比較似2024年 ROG Phone 8同埋 ZenFone 11嘅合體啦。要實用有實用，要打機有打機，呢方面喺佢嘅 AI 功能上面可謂表露無遺。對於 Power User 嚟講，有咁大堆頭嘅功能，當然咧都會覺得高興嘅。不過一般用家上手，可能就會覺得個界面太過雜亂，一時半刻都未必知道點樣入手啊。ASUS ROG Phone 9系列2部機喺發布之後咧都極速上市，不過有住咁強大嘅功能咧，價錢自然都有翻咁上下噶啦。基本版嘅 ROG Phone 9就已經要價8998蚊啦。如果想要買翻相同記憶體規格嘅 Pro 機，就要俾多600蚊。呢個價錢對比起目前已經到港嘅一眾大陸廠商 S8 Elite 手機，差唔多貴咗成倍有多。但作為第一部有齊 Google 配套嘅行貨 Android 機，或者都有唔少人想買嚟嘗鮮嘅。而今次一樣有24GB RAM 加1TB ROM 嘅頂級配置，仲會送埋 Aero Active Cooler 添。不過叫價都將近12000蚊，係咪真係需要咁高規格就見仁見智啦。如果只係需要個 Aero Active Cooler，其實都可以另外再加錢買嘅。ROG Phone 9系列嘅性能同埋功能都有住相當唔錯嘅表現，唔知大家又收唔收貨呢？嚟緊都會有好多用 S8 Elite 嘅手機喺香港陸續上市，唔想錯過佢哋嘅評測同埋試玩影片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撳埋隔離個鐘。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